下，您又取笑臣妾。爱妃的乌鸦嘴天下无敌，朕喜欢还来不及。说，今天想助谁？就咒那敌国连下3天暴雨，冲垮他们的粮草大营。好，哈哈哈！爱妃真乃朕的福星。陛下，皇后，现在来找朕有何事？没看到朕和爱妃商议国事吗？臣妾正是为国事而来。兄长苏萧已率大军击退敌军，正乘胜追击。为何陛下迟迟不肯批复军饷？将士们浴血奋战，如今粮草告急，还请陛下降旨，即刻拨发军饷。敌军败退，那是柳贵人诅咒的功劳。大军享了虚名，还敢找朕要军饷？皇后，别天天想着替你那将军哥哥捞好处。陛下，将士们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，怎能将功劳全归于一张嘴上？柳贵人这张嘴咒绑架他的山匪不得好死，山匪窝便连夜起火，烧得渣都不剩。他咒要将他下嫁贫农的嫡母病缠终身，第2日他嫡母便中风，再也起不来床。他要是咒敌国国君死，那朕明日便能统一这天下。皇上就别拿臣妾取乐了，民间都忌惮臣妾这张乌鸦嘴呢。你这张嘴甚得朕欢心，荒谬至极！皇后娘娘，您适可而止吧。有臣妾这张嘴，别说吞并敌国，就连让你那吃空饷的哥哥回不来，也是小事一桩。说得好，朕倒要看看，没有军饷，他苏叶能撑到几时？传朕旨意，即刻关闭所有关隘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断了他们的后路。陛下，您这是要将我20万大军置于死地！启禀娘娘，边关12道加急军报，粮草断绝，请求支援。敌军回防，我军被困，伤亡惨重，弹尽粮绝。李一泽，你当真昏庸至此！小桃，娘娘，备好朝服，明日早朝，本宫要亲自去拨军饷。先皇，臣妾本想为您守住这江山，辅佐他成为明君，但他若再冥顽不灵，那便只能请出您留下的废帝圣旨，让他好好权衡一下。哎呀，皇后娘娘怎么来了？臣妾正跟陛下商议军国大事呢。陛下，您快告诉皇后娘娘，臣妾这张嘴是不是比10万大军还管用？那是自然，爱妃一张嘴抵得过边关100万雄兵。荒唐！前线将士浴血厮杀，却被你们拿来如此调侃。他的乌鸦嘴要真灵验，我们20万大军还会因粮草被困吗？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给将士们拨军饷，而不是在这任由妖妃胡闹。皇后娘娘，今天这军饷你可拨不了，毕竟大军什么也没做呀。陛下，臣妾昨晚又咒了那敌国国君，让他夜不能寐，心神不宁。您说这功劳该不该赏？该赏，重重的赏。胡闹！把这妖言惑众的乌鸦嘴给本宫拖下去！皇后娘娘还不知道吧？今晨晨起，敌国国君突发瘟疫，卧床不起，那可都是贵人的功劳呢。军报并无作假痕迹，难道他的乌鸦嘴是真的？哈哈哈哈！柳贵人居功至伟，从今日起晋升为贵人，居凤仪宫。凤仪宫，那不是皇后吗？陛下这是要废后啊！凤仪宫历朝历代都是皇后居所，陛下此番作为，是连帝王体面都不要了吗？朕知道，但朕的爱妃立了不世之功，住凤仪宫怎么了？皇后若是不服，也去咒死几个敌国大将给朕看看。那就多谢陛下啦，臣妾这就搬住所去。你那吃空饷的哥哥听说被困在关外了，你说要是敌军突然反扑，他还能回来吗？哎呀，臣妾这张嘴可真是什么都说得出来，竟然用我兄长的性命威胁。有事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娘娘，我们真的要把凤仪宫让给那个妖妃吗？先皇的遗旨。小桃，你立刻带几个最信得过的人去凤仪宫，就说替本宫收拾遗落的嫁妆，务必将那道遗志悄悄取出，绝不能落入他们手中。是娘娘，奴婢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一定把东西拿回来。
奸细，果然是里应外合。启动暗线，给我查绝地3尺，也要把柳氏妇女和宫里的内奸给我揪出来。主上，查到了什么？柳氏的底细已经查清。柳氏被山匪绑架一事，乃其父柳丞相安排的死事所为，旨在为其造势。你们这些恶匪，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们尽数覆灭！都按柳大人与小姐的吩咐办妥了，戏演的够真，没人会看出破绽。夫人，该喝药了。其嫡母中风，实为柳氏买通贴身丫鬟，常年连月在饮食中下慢性毒药所致。好一个乌鸦嘴，好一出精心策划的骗局！主上，还有一件事，事关重大。是人还真是色胆包天。查实，柳贵人身边太监3日内2度与敌国使者于城外破庙密会，传递我军布防图与粮草路线。每一次诅咒灵验，皆为柳氏与敌军串通演戏。边关大军被困，亦是柳氏泄露军机，配合敌军所为。陛下，臣妾已派人快马加鞭。那朕就下旨断绝他们的军饷。他还能回来吗？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宠，这是一个通敌叛国、意图瓦解大夏兵权的惊天阴谋。他们用20万将士的性命来验证一个可笑的乌鸦嘴，来换取他们的权势。通敌叛国，构陷忠良，柳氏，你们都该死。娘娘，夜深了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皇上寝殿。您去做什么？清理门户。陛下，您对臣妾真好。爱妃，你这张小嘴可太厉害了。等朕彻底收回兵权，把皇后废了，就立刻立你为后。陛下，那皇后哥哥的军队，他手握重兵，恐怕……一个将死之人罢了。他哥哥苏瑶被困在关外，粮草已断，朕早已下令关闭国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关增援。朕知道你的嘴灵验，但朕必须得保证万无一失。等他死在关外，朕就收编他的军队，到时候就让你父亲做统领天下的兵马元帅。陛下还真是狠心。狠心？朕这是为了大夏江山永固。皇后族人长兵太久，该换换了。原来他不是昏庸，而是蓄意谋杀。谋杀我浴血奋战的兄长，谋杀那几10万忠心耿耿的将士。李帝安，你当真无可救药？你既执意相信那通敌叛国的谗言，便让这妄言之人领兵出战，天书族就此撤军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娘娘，是大将军的加急传书。粮草已尽，将士们已杀马充饥，然敌军却突然停止进攻，围而不攻，似在等待时机。军中已人心惶惶，流言四起，怀疑朝廷已抛弃我等。妹勿担忧，为祖上恩情，为大夏子民，兄必死战到底，绝不辱没祖上威名。若陛下真弃我等，妹当早做打算。祖上欠先皇的，哥哥这条命还，你无需再忍。我的族人拼死为他夺回苍云16州，他却罔顾族人与天下子民，甘愿坠入柳氏部下的圈套。这般昏君根本不配坐于帝位。立刻发出800里加急。是娘娘。
娘娘，先皇与我们天书族有恩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……恩情，我们10几万族人为李氏江山效力10年，战死过半，这恩早就还完了。更何况前线浴血厮杀的，除了我天书族人，还有大夏的子民，他们也是别人的父亲、丈夫和儿子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为了一个愚蠢的昏君白白送死？小桃，你记住，除了恩情，我天书族还有族规，那便是不弑昏君。奴婢明白了。那娘娘，明日早朝，那昏君下了旨，不许您再踏入朝堂。去，必须去。本宫还有个大礼要送给他们。皇后，朕已派人通知你无需上朝。你今日前来是想抗旨吗？陛下，是不是臣妾穿了娘娘的凤袍，惹娘娘生气了？这凤袍是你诅咒敌军平息战乱，朕赏你的。朕让你穿你就穿，管他做什么。龙袍凤袍，你们也就今天可穿了。好一个诅咒，好一个乌鸦嘴！皇帝，不如看看这些。连诅咒山匪窝起火，都要靠他爹派人去放火；诅咒嫡母缠绵病痛，都要靠丫鬟去下毒。这种只能在内宅演戏的乌鸦嘴，他哪来的本事去诅咒敌国国君？他诬陷我！臣妾若真没本事，那敌国国君怎么会得瘟疫？怎么会一病不起的？皇后她就是嫉妒。陛下，你要替臣妾做主啊！他有没有得瘟疫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这竟是柳贵人身边的太监与敌国互通消息的手信。你所谓的诅咒，所谓的敌国国君得瘟疫，不过是敌国在配合你演的一场戏。他们要的就是让你这个乌鸦嘴得到皇上的信任，进而让我兄长的大军粮草断绝，几十万将士困死关外。陛下，这是臣妾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若你还有一丝帝王人心，即可放军饷，杀了这贱妇，今后也能当个太上皇，颐养天年。陛下，那信件定是伪造的。贵人身边的小太监连字都不识，如何能与敌国通信？皇后娘娘如此大费周章的陷害贵人，不知是何居心。够了！朕大夏朝的功臣，岂能容你如此污蔑？皇后，你伪造这些信件是想造反吗？陛下，这不是伪造的，这是皇后通敌造反的证据呀！陛下您看，这是皇后娘娘的私印呐！好一出贼喊捉贼！来人！皇后苏氏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给朕将她拿下，打入天牢。既然你执意当个昏君，那我也不必再留情了。娘娘，你们滚开，不许碰我们娘娘！陛下，您看，他还伪造圣旨，这不是想造反，是想干什么？皇后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！原本想着你陪伴朕10几年，想给你留条生路，结果你居然连圣旨都敢伪造，那就别怪朕不留情面。传朕旨意，皇后谋反，罪不容诛，天书族助纣为虐，全族皆灭。陛下英明，陛下圣明，此等叛逆之举，理应严惩。定罪前，你要不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里边写的什么。若帝王昏庸无道，戕害忠良，有昏君之相，违背天书族族规，皇后可持凤印，自行废立，另择贤明。怎么可能？父皇明明只留了一道帝后同朝的圣旨，怎么可能会有废帝的旨意？陛下昏庸，本宫今日便要持此遗旨，执行废立之事。就算遗旨是真的，但你凭什么说朕昏庸无道，残害忠良？那这封柳贵人的通敌密信，只临时加卖伪造的本宫私印，擦一下便能掉。陛下却坚信本宫通敌叛国，这不是昏庸又是什么？这印泥触手可擦，可见就是刚刚踏上去的，劣质的很。皇上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呢？朕只是一时看走了眼。密信你看走了眼，那柳贵人的乌鸦嘴呢？身为一国之君，面对这种无稽之谈，不加以求证，反而听信妇人谗言，断绝我大夏20万将士的军饷，这不是昏庸
是什么？皇后娘娘怎能这样污蔑人？小女的乌鸦嘴是打小就灵显。她说邻居家的狗掉水坑，那狗就绝不会死在岸上，街坊邻里都知晓。只不过贵人心善，从不随意诅咒人，怎么能凭你薄薄几页纸就如此污蔑？是听说过这回事。皇后，你这般空口白牙污蔑人，才算得上昏庸吧？要朕说，你这等昏庸之人，哪有能力行废帝之事？这遗旨得交还于朕才行。好汉饶命啊！我招，我什么都招。小姐的乌鸦嘴全都是假的。什么咒鸡咒狗，都是他张嘴，背地里让我们这些下人去弄死那些小猫小狗。还有那山匪窝起火，也是老爷和小姐演的一出戏。他们说陛下喜欢有特色的女人，甚至小姐怕嫡母在她入宫后捣乱，还让我给她嫡母下药，是慢性的毒药，下了整整1年，才让她嫡母中风不起的。哪来的贱婢？这不是贵人娘家的那个丫头吗？从小就跟着贵人的，对，是她没错。小姐，不，娘娘，您救救奴婢！他们对奴婢严刑拷打了几天几夜，奴婢实在是受不了了才说的。您看在奴婢是帮你的份上，救救奴婢！你个疯子！快把这个疯妇拖下去！拖下去！陛下，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昏庸无能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这是屈打成招啊！大家都听见了，那贱婢说他们严刑拷打了几天几夜，就算再清白的人也受不了这种折磨啊！既然贵人认为是屈打成招，那不妨当场诅咒我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乌鸦嘴究竟如何灵验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臣妾从不乱诅咒人。对，贵人心善，根本就不是胡乱诅咒的人。皇后，你作为一国之母，竟用严刑逼供，一点怜爱之心都没有。怜爱之心？若皇后娘娘查明真相是没有怜爱之心，那皇上秘密下旨，关闭所有国门，不让我朝20万大军回城的密旨，就算有怜爱之心了吗？关闭国门，不让戍边大军回城，这等同于将他们置于死地。并且，今早我们还截获了这封密报。柳贵人与敌国使者接触，早在3个月前就有人向陛下汇报，但陛下却将密报压下来。陛下甚至还配合柳贵人，不发军饷，关闭国门，这是要帮着敌国把镇守边疆的20万大军通通逼死在城外面吗？胡说，朕才没见过这份密报。皇后，你造谣完贵人，又来陷害朕。天书族果然没安好心。皇上昏庸无道，听信谗言，戕害忠良，通敌叛国。本宫今日便持先帝遗旨，替先帝废帝，令令废帝，交出玉玺。陛下，事已至此，臣妾也不瞒您了。臣妾的确跟敌国有往来，但臣妾跟敌国约好了，只要他们帮臣妾坐上皇后之位，臣妾便帮他们除掉皇后的将军哥哥。陛下，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他哥哥被困在关外，根本回不来，只等敌军收网。苏萧一死，皇后便没了后手。他想废帝，这行为和谋反有什么两样？不如我们就在此地做掉皇后，以绝后患。陛下，您不用怕他们，敌国早就安排了一队精锐袭住臣妾，此刻就在宫门口候着呢。大不了就割让几座城池给他们，只要能除掉皇后和苏萧，这整个天下就完完全全是您一个人的了。您才是大夏的皇帝，凭什么要让皇后一个女人夺了您的江山，压在您的头上？快让他们进来，协助朕诛杀逆贼！
不可！引外族入朝堂，此乃亡国之兆啊！大夏100年的清誉就要尽数毁在昏君手上了吗？陛下三思，外邦蛮夷虎狼之心，岂是区区几座城池就能满足的？他们要的是整个大夏。皇后娘娘并无过错，您怎能为了私欲勾结外邦来残害皇后？陛下，就算除掉了皇后，您也只会沦为蛮夷的傀儡皇帝。您甘愿一辈子做外邦的傀儡，让我大夏子民在蛮夷面前永世抬不起头吗？朕是皇帝，朕想除掉谁就除掉谁，轮得到你们这些老东西智慧？皇后，你听好了，今天别说要除掉你，就连你那个战无不胜的将军哥哥，他的项上人头，朕也说要就要定了。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，老臣今日以死明志。兄长，应该快到了。别看了，你那个宝贝哥哥，他回不来了。国门已为他紧闭，背后还有数万敌国追兵，他们插翅难飞，一个都活不了。与其等一个死人来救你，不如乖乖把封印和先皇遗志还给朕。朕若心情好了，还能赏你和你天书族人一个全尸。皇后，认命吧，你们天书族的气数今日就到头了，还不跪地投降，更待何时？你们这些奸臣昏君，不得好死！事到如今，你所做的这一切有没有遗旨，结局都已注定。皇后如此识大体，朕心甚慰。朕决定赏你们一个全尸！来人，将皇后和所有天书族人给朕悉数拿下，押入天牢。陛下，当初蛮夷入侵，夺我大夏苍云16州，所到之处皆屠戮殆尽，烧杀抢掠，国仇家恨不能忘啊！混账！你们竟敢抗旨不遵！朕告诉你们，等朕解决了这些叛党，再一个个找你们算账，满门抄斩！各位将军，还请出手，帮朕拿下这些乱臣贼子！好处呢？将军，有事好商量，怎么还动起手来了？说好的3座城池，等事情一结束，朕马上就下旨划给你们。老子人都到这儿了，你还想用3座城池就打发我们？大哥，咱们都打到大夏的京都了，不顺便捞个皇帝当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兄弟们？你们怎么能不讲信用？我们说好的！别废话了，把这里的人全部诛杀，一个不留！将军，这位将军，你想要什么都好说，千万别动手啊！城池、财宝，还有美女，朕的大夏国应有尽有。你想要什么，朕什么都能给你。大人，不是说好只除掉皇后吗？您不能过河拆桥啊！我们可是盟友，你不能连我也杀呀！你们这群蠢人真是没救了！自己下令关上国门，逼死你们的护国大将军，帮老子除了心腹大患。今天还蠢到把老子亲自请进你们的京都，请到这张龙椅上。现在老子都坐在这个位置上了，还跟你谈什么盟友不盟友？还需要你这个废物来给老子城池美女？哈哈哈哈哈！真是笑掉老子的大牙！动手！昏君无果啊！昏君无果！苏萧，怎么是你？你是被我军和追兵前后夹击，困死在关外了吗？国门已关，粮草已断，还有数万敌军夹击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路上突发意外，臣来迟了。臣救驾来迟，不迟，刚刚好。
你的那些伎俩，也就能骗骗那两个蠢货。在知晓有人通敌后，我们早就有了部署。你所谓前后夹击的追兵，早就掉进我设好的陷阱里了。不可能，我们有内应，消息绝不可能出错，我们的人不可能中陷阱。你的内应早就被我发现了，你得到的所有关于我军动向的消息，都是我刻意让人传回去的假消息。这个点儿，你派出去的那些追兵，尸体可能早就被野狼啃食殆尽了。不，我不可能输！真错了，这全都是被那贱人蒙蔽了，是他，都是他呀！陛下，您不能这样，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啊！是您亲口说想废后，想收回苏家兵权，臣妾才……闭嘴！贱人，都是你！是你日夜在朕耳边蛊惑，是你勾结外敌，跟朕有什么关系？都是你的错！李玉泽，在你动了关闭国门，妄图用蛮夷之手逼死我大夏20万将士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你就不配再当这个皇帝了。先皇遗旨在此，皇帝李玉泽昏庸无道，勾结外敌，戕害忠良，意图构陷天书，灭我全族，其罪当诛。今日本宫奉先皇遗旨，废黜昏君，令责贤明，以正国本。吾等遵旨。全完了！都怪你，都怪你这个贱人！是你害了朕！非要装神弄鬼，说什么乌鸦嘴？为了皇后之位，不惜勾结外敌。是你说苏萧不堪一击，靠你的嘴和你爹就够了。你说这个仗换谁打都一样，朕才轻信了你。你害得朕一无所有，朕要杀了你！你该死！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？你早就收到过我勾结外敌的密信，你明明知道一切，还纵容我，不就是想借我的手除掉皇后，除掉整个天书族吗？就连让蛮夷进殿，也是你亲自许可的。现在大祸临头了，又想装什么清白无辜？李玉泽，你这种忘恩负义、卑鄙无耻的皇帝，真是活该被废！朕杀了你！女儿快跑！妹妹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他为了荣华富贵，编造乌鸦嘴的谎言，构陷忠良；为了后位，不惜勾结外敌，出卖军情，意图害死边关数万将士。他既然那么喜欢和蛮夷当盟友，那么不将我大夏将士和百姓的性命当回事，那就送他去蛮夷大营吧。你要干什么？苏轼，你疯了吗？大夏人落到蛮夷手里，连人都算不上，只能当个牲口。你身为一国之母，还有没有一点人心？哦，原来你也知道大夏人落到蛮夷手里会有什么下场。你当初隐瞒入关，意图让他们的铁蹄踏碎我大夏河山时，怎么没想过那些被屠戮的百姓，那些被当成牲口的俘虏？你不是喜欢跟蛮夷做盟友吗？本宫这是在成全你，让你去跟你的盟友好好团聚。听说蛮夷那边最近正缺洗衣做饭、任人欺凌的奴隶，你去了正好派上用场。不，我不要去！我是贵人，我是未来的皇后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这皇位也是你能做的。押下去，严加看管，留着他的命，跟蛮夷可汗换回我大夏的苍云16州。是。诸位，
今日之事前因后果，诸位都亲眼所见。皇帝李玉则昏庸无能，勾结外敌，残害忠良，早已德不配位，无资格再坐这把龙椅。本宫奉先皇遗旨，行废立之事，乃是为保全大夏江山社稷，为天下苍生计。从今日起，由端王李玉安继位，承大夏国运，为我朝新君。皇嫂，不可！玉安年幼德薄，万万担不起此等大任，恳请皇嫂另择贤明。臣德不配位，万万不敢。端王，现在不是你敢不敢，是大夏需要你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这满目疮痍的江山，惶惶不安的百官万民，都在等着一位新君。可我从未想过我能做什么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需坐上那把龙椅。只要你坐上去，我麾下的20万大军便知该向谁效忠。臣等恭请端王殿下登基，以安社稷。臣等恭请端王殿下登基。那废帝李玉则该当如何处置？陛下，您是天子，您觉得该当如何？陛下，李玉则勾结外敌，残害忠良，其罪当诛。若不杀之，何以告慰20万大军在天之灵？陛下三思，李玉则虽是废帝，其旧部仍遍布朝野，若骤然处死，恐激起兵变，动摇国本。新朝出力，当以稳妥为上。难道留着这个祸害，等他日后卷土重来吗？可斩草除根之举，亦非人君所为，恐失天下人心。众卿之言，朕都听到了。李玉则罪不容赦，然朕初登大宝，不愿以杀戮开启新朝。传朕旨意，废帝李玉则，撤夺其帝号，终生圈禁于皇陵，非死不得出。无朕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钦此。皇上，那先皇后是否位分变动？您看，给一个什么赐封？暂且不必变动，容朕考虑一下。报！陛下，边关800里加急军报，蛮夷大军并未退兵，反而集结了30万重兵，陈兵于雁门关外。他们扬言，若3日之内不交出皇后娘娘，便要踏平我大夏。30万大军，他们疯了不成？交出皇后，何等荒唐！陛下，臣听闻京中已有流言，说我书下战乱不休，皆因天书族而起，称其为天书祸国啊！如今蛮夷指明索要皇后与大将军，岂不正是印证了此等谣言？若不思妥善之法，恐民心动荡，国之不国啊！这件事还需从长计议，各位大臣随朕到偏殿详议。陛下，非是臣等贪生怕死，实是国力空虚，再经不起大战了。为天下苍生计，有时候不得不行牺牲一人以安天下之策呀。牺牲谁？蛮夷所求不过皇后娘娘一人，若能以娘娘一人暂息战火，为我大夏换来喘息之机。你再说一遍！我妹妹为国浴血奋战，清君侧诛国贼，到头来倒成了你们可以随意牺牲的筹码。陛下，
蛮夷要我去，那我便去。我有办法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胡闹！我绝不同意，那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。皇嫂，朕竟是拼尽最后一兵一卒，也绝不用您去换取苟安。陛下，兄长，你们都错了。强硬对抗，正中蛮夷下怀。京中刚经历宫变，国库空虚，此时应战，无论胜负，都将元气大伤。至于牺牲之策，更是愚蠢之极。今日牺牲一个皇后，明日他们便会索要半壁江山，退让换不来和平。那依皇嫂之见，将计就计。蛮夷要我便给他们，但这并非屈辱求和，而是假意和亲。我将亲赴边关，以和谈为名麻痹他们，期间可为我军争取集结时间，也可让我深入敌营，勘察虚实。兄长，你则率20万大军前行至边关，只待我送出信号，便发动雷霆突袭。不行，太冒险了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兄长，你信我吗？陛下，你可愿将这书下的国运赌在我的身上一次？好，朕信你。朕就与皇嫂赌上这书下国运。娘娘，奴婢在您床榻的枕下发现了这个龙纹玉佩，废帝李玉泽的贴身之物怎会在此？娘娘，这……别声张，去给我查，就从这几日负责凤仪宫洒扫的内侍宫女查起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我只要知道他们近期接触过谁，去过哪里。是。你这个毒妇，你还来做什么？来看朕的笑话吗？朕要杀了你，都是你，是你害了朕！刘党，疯了！怎么回事？皇陵出事了。你先看这个。今日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安插人手！我亲自挑选的御林军，竟然也能被他们钻了空子！他们不是钻空子，恐怕是早就布好了局。柳家树大根深，有些死中藏得极深。他们留下李玉泽这条命，就是留了一枚关键的棋子，恐怕是想用来对付即将远赴边关的我。他们想趁你离开京城，便用废帝的名义在京中作乱，动摇新帝根基，让你腹背受敌。不错，所以我们必须将计就计。我立刻带人去皇陵，将那批守卫全部换掉，抓起来严加审问。不，那样只会打草惊蛇。他们既然想演戏，我们就陪他们演下去。兄长，你明日传令下去，就说为确保皇陵万无一失，在我离京期间加派1倍人手，严加看管。加派的人手，表面上听从那队长的调遣，实则是我的人。你想设个陷阱，等他们自投罗网？正是，我要让他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，让他们把真正的计划暴露出来。我要看看
这水面之下，到底还藏着多少鬼魅？皇嫂，此去凶险，万望保重。陛下放心，臣嫂必不辱使命。娘娘，蛮夷大营到了。书下的皇后竟真的敢孤身前来，是来献上城池，还是献上你自己？我奉书下新帝之命，为和平而来，同时也为可汗带来了足以彰显书下诚意的嫁妆。嫁妆，本汗倒要看看你们的皇帝能拿出什么来买平安。江南的上等丝绸，东海的夜明珠，宫廷最好的金玉匠人打造的全套头面，整整100箱，皆是凡品难见的珍宝。这便是我们书下的诚意。好一个书下皇后！既然皇后如此有诚意，那本汗也不能失了礼数。今夜我已在金帐设下盛宴，为皇后接风洗尘。皇后，喝了这杯酒，你就是我的人。明天我的大军立刻退兵。我书下的皇后，只与英雄共饮，不与窃贼同欢。放肆！你找死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给本汗拿下！可汗，大事不好了！禀报可汗，100口箱子，最上面一层是金银珠宝，下面全是兵器，满满100箱的兵器。说，到底有什么阴谋？则我让你看着你的车队被我一寸一寸剁成肉泥！你笑什么？我笑可汗勇武一世，却被宵小之辈玩弄于股掌之间。100箱兵器，亏他想得出来。他以为凭这点拙劣的谎言，就能挑拨我们书下与可汗的盟约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带来的嫁妆，确实不是金银珠宝，那东西比金银珠宝贵重1000倍、10000倍。那里面是先皇当年一统天下时所获宝藏的藏宝图，只要可汗真心与大夏永结同好，这富可敌国的宝藏，我便双手奉上，以正诚意。你此话当真？真与不真，一验便知。可汗可随意挑选一箱，当场查验。但我有个条件，若箱中是我所说的宝图，这个意图挑拨离间、谎报军情的叛徒，必须交由我处置。可汗，不要信他，我亲眼所见。闭嘴！去，把他查的那口箱子给本汗抬进来。开！可汗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他才是那个叛徒，他知道箱子里是先皇留下的绝世宝藏，所以他偷偷换掉了其中一箱，再用几件兵器来污蔑我。他想借你的手除掉我，然后独吞那份富可敌国的宝藏。我没有，你没有？那你告诉可汗，为何你查的箱子是石头，而不是你口口声声说的兵器？
你把真正的嫁妆藏到哪里去了？娘娘，跟我走。救火！都给本汗去救火！谁敢后退，杀无赦！娘娘，按计划往西边撤。在那边抓住那个大夏女人，杀了她！快，他们追上来了！娘娘，这边。跑啊！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跑！大夏的皇后真是好算计，烧我粮草，栽赃于我，害我险些被可汗斩杀。你说这笔账我该怎么跟你算？给我上！抓住那个女人，死活不论，其他人剁碎了喂狼！放！我来迟了。不迟，刚刚好。我妹妹的金口玉言，你也配听？现在是该谈谈割地赔款的时候了。我想，第一，归还百年来侵占我大夏的苍云16州，寸土不得有失；第二，赔偿我大夏军费，安抚百姓之用，黄金10万两，白银100万两，牛马各10万头；第三，可汗亲历血誓，10年之内，蛮夷铁骑不得踏入大夏边境半步，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兄长，等等，不够。妹妹，这些条件已是前所未有，足以解。我要你用蛮夷王族血脉起誓，永远效忠一个人，不是大夏皇帝，而是我。你休想！我呼延热是草原的王，可死不可辱。要么是，要么死。我是。我呼延烈在此以王族血脉起誓，向您献上我永世的忠诚。你这般做究竟是为何？索他个人效忠，此举过于行险，新帝那边怕是不好交代。兄长，对付豺狼，光有坚固的牢笼是不够的。一纸降书是牢笼，可豺狼饿极了，依旧会拼死撞破。不出10年，只要大夏稍有内乱，他们便会卷土重来。大夏需要他时，他便替大夏守门。若有朝一日，大夏不再需要我们时，他也是我们天书族的一条后路。陛下，
皇后娘娘与大将军退敌于国门之外，收复失地，功盖千秋，臣等拜服。然降书之外，皇后娘娘竟逼蛮夷可汗立下血誓，私自纳其为个人之臣属，此乃国之大忌。不错，外藩之主只可臣服于天子，岂能效忠于皇后一人？皇后此举已将蛮夷化为私兵，其权势之盛已然凌驾于皇权之上。请陛下明察。皇后娘娘私收藩邦之主，权势过大，已有不臣之心，恳请陛下严惩，以正国本。陛下，不好了！苏将军麾下的数十名将领，听闻殿上之事，此刻已聚集在宫门外。皇后娘娘，大将军到！陛下，臣妾与兄长及我天书全族，奉先皇遗命，辅佐君王镇守江山，已历10年。废昏君，是为不负先皇所托；退蛮夷，是为守护大夏社稷。桩桩件件，不敢说有盖世之功，却也敢言无愧于心。如今外敌已退，新君贤明，大夏百废待兴，正该是君臣一心，开创盛世之时。我天书一族的使命至此已经完成。自古功高震主，君臣相宜，乃是取乱之道。与其日后让陛下为难，让朝堂不宁，不如就此了断。臣妾恳请陛下允我与兄长解甲归田，回归故里。皇嫂，请起。朕的大夏不能没有皇嫂，朕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皇后与大将军功在社稷，德备苍生。若朕今日允其归隐，是为君之良薄；若强留于朝，又恐功高震主之言，令英雄寒心。朕思虑再三，确有一法，可全君臣之义，安社稷之心。朕今日欲开大夏200年未有之先河，册封皇嫂苏氏为护国摄政皇后，册封大将军苏萧为护国大元帅。护国为号，位在诸王公之上，此2职不参与日常政务，不干涉百官任免。然凡涉香山社稷之重大国策，有建议之权；凡涉天下兵马之调动布防，有监督之权。此外，朕将效仿古制，于中书省下设内阁，则贤臣数人入阁，共议国事，以分化相权，集思广益，避免权臣当道，蒙蔽圣听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，您看这个，这是按您的吩咐，在清查柳家余孽的资产时，从柳国公书房的暗格里搜出来的。我们以为砍掉的是一棵独树，可这本账簿却告诉我，它的根系早已蔓延了整片朝堂。彻查，朝堂将十不存一，大夏官僚体系瞬间崩塌，新朝会成为史上最短命的王朝。不查，这便是埋在新朝机体里的巨型毒瘤，随时都会反噬。这不再是简单的铲除奸佞，而是对一个帝王的终极考验。
李易安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备驾，去紫宸殿。皇嫂深夜前来，可是有什么要事？皇嫂，你信得过朕吗？陛下可知，先皇在弥留之际，曾召我入内单独谈过一次。先皇曾问我，为何要我天虚族立下血誓，辅佐李玉泽，并同时将你作为最后的依仗。我当时以为，是因为李玉泽性情传弱，而你最不受宠，最容易被掌控。但先皇却告诉我，我错了。他说，大夏的帝王可以不够聪明，不够勇武，但绝不能失去一样东西，那就是心。他告诉我，在所有皇子中，只有你会在冬日灾年偷偷将自己的俸禄换成棉衣木炭送到城外，只有你会为一个被马车撞伤的孩童当街斥责宗室权贵。先皇说，治国之术可以学，权谋之道可以练，唯独那份根植于骨血的仁厚与慈悲是伪装不出来的。他选择你，是因为他相信，只有你才真正懂得百姓的疾苦。陛下，清查贪腐的确需要雷霆手段，但这更是为了刮骨疗毒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需要的不是一个冷酷的屠夫，而是一位手持利刃的菩萨，既有霹雳手段，亦有菩萨心肠。而这正是你所具备的最独一无二的力量。朕明白了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召禁军统领入宫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不好了！那户部侍郎周显他招出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。讲。他说，先皇的死并非寿终正寝。陛下饶命，娘娘饶命，臣也是被逼无奈啊！说，先皇究竟是怎么驾崩的？是柳贵人。先皇龙体本已渐有好转，可自从柳贵人开始频繁入宫侍疾后，先皇的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。你们所有人都给朕查，每一味药，每一道水，每一个碰过这碗汤的人。每次他送来的养药，先皇喝下后，当夜便会心悸盗汗。废帝李玉泽更是对他言听计从，将太医院的质疑全部压下。臣当时掌管内务府采买，曾奉柳家之命采买过几味隐晦的相克之药。后来先皇驾崩，臣偷偷看过太医院的卖案记录，发现最后几日的记录分明是被人篡改过的。这件事，废帝李义泽绝对知情，他甚至可能就是同谋。柳贵人、李玉泽，你们犯下的罪远比我想象的更加深重。来人，即刻传本宫旨意，暂缓对柳氏的处置，将他从天牢严密押送至此。本宫要亲自审问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不好了！柳贵人在狱中用一根金簪畏罪自尽了。自尽？柳贵人那样的毒蛇，绝不可能自行了断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娘娘，范夫是在换房的间隙动手的，前后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等小的们发现时，已经回天乏术了。若是自尽，双手应该是松开的，这种姿态更像是在反抗。这味道是焚魂香，西域拜火教的圣物。柳贵人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而神秘的组织，他不是自尽，是被人灭口了。封锁天牢，彻查所有当值狱卒，追查这焚魂香的来源。皇后娘娘，大事不好！
皇陵那边突然起火，趁着守卫救火的混乱，被圈禁的废帝李玉泽趁乱逃脱，不知所踪了。皇嫂，这柳贵人被灭口，废帝趁乱逃了，好一招声东击西！传我懿旨，即刻封锁京城9门，全城戒严，命羽林卫巡防营联合搜捕，任何可疑之人就地拿下。臣失职，请娘娘降罪。皇陵守卫出了疏漏，臣已下令彻查所有当值军官。起来吧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内应藏得很深。臣已抓获3名被收买的校尉，他们招供是故意纵火制造混乱，但对接头人一无所知，线索断了。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罢了。皇嫂，他会去哪儿？天下之大，竟还有他的容身之处吗？他自己自然无处可去，但他身上还带着一样东西。什么？李玉泽昏庸无能，唯一能被人利用的，就是他曾为大夏之君的名号。救他的人需要的不是李玉泽，而是一面可以用来颠覆大夏的旗帜。是那个西域教派。正是。柳贵人的死，那诡异的焚魂香，废帝的逃亡，都指向了同一个幕后黑手——拜火教。他们费尽心机救走李玉泽，是要将他立为傀儡，挟前朝正统之名，行分裂国家、蛊惑人心之实。启禀娘娘，宫门外来了一个小乞丐，说他有废帝的消息，指明要亲口告诉您。一个小乞丐？娘娘，这是那小乞丐的信物。兄长，备车，我要亲自去见他。不行，这明显是个陷阱，你不能以身犯险。我知道是陷阱，但这也是目前唯一的线索。他们既然敢用这枚玉佩引我，就说明有必须见到我才能达成的目的。我们不能再被动下去。好，但我必须跟你一起去。羽林卫会布控在外围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就算把那地方夷为平地，我也要把你安然无恙的带出来。救你的人呢？你终于来了！他们是魔鬼，是柳家的余党，还有一个叫拜火教的西域教派。他们救我出来，是想把我当成傀儡，他们还想杀我灭口。他们告诉我，父皇真的是柳贵人和拜火教联手毒杀的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弑君逆贼。这是我拼死偷出来的，是他们的联络密信，有他们的据点和计划。你拿着这个，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只求你给我一条活路。教主，我抓住他了！教主，我做到了，我把他骗来了。您答应我的事，教主，他身上有先皇的废帝遗诏，还有封印，只要抓住他，就能要挟苏萧和那个新皇帝。一个连自己父亲和妻子都能出卖的人，留着也只是个废物。皇后娘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怎么是你？陈宫，大夏3朝元老2代帝师，不是已经以头抢住血溅大殿？很惊讶是吗？世人都以为老夫是为昏君死谏，却不知那不过是老夫金蝉脱壳之计。一个死人才能在暗中更好地看清这盘棋呀。老夫早就看透了，无论是先皇，还是李玉泽，亦或是那个新立的端王，都不过是李氏皇族的傀儡。这天下在他们手中只会不断腐朽。老夫观察你很久了，你有天书族的血脉，苏萧的兵权，更有远超常人的智慧与魄力。废立君王，抵御外敌，每一步都走得果决漂亮。只可惜你这般才华，却要为一个腐朽的王朝卖命，实在是明珠暗投。疯子，你以为你是什么救世主？你不过是个藏在阴沟里，妄图颠覆天下的乱臣贼子。想让我与你为伍，也配！果然
还是这般刚烈。老夫本想以礼相待，奈何皇后不识抬举。小桃，皇后，老夫再问你一次，要么与我合作，要么就亲眼看着你的这位中奴被一寸寸的凌迟处死。放了他，我可以考虑你的提议。哦，皇后是愿意合作了？合作的前提是诚意。先放了我的侍女，你那个虚无缥缈的新世界还不足以让我赌上整个天书族和20万将士的性命。我要看到你真正的力量，而不仅仅是这些藏头露尾的鼠辈。什么人？保护教主！好一个皇后，你竟敢算计老夫！都给我退后，否则我先杀了他！哥，皇后，这份大礼，你可要接好了。娘娘，别管我了，快走！闭嘴！我说过会带你回家。娘娘，活下去。小桃。阿妹，阿妹，你已经3天没合眼了。哥，我没事。有些人还没死透，我怎么能倒下？阿妹，快来看！藩王冯氏封地苍云16州，与西域拜火教过从甚密，图谋不轨，帝震怒，以谋逆罪论处，族诛。藩王冯氏是上代君主亲手浇灭的4大异姓王之一，当时血流成河，据说无一幸免。这罪名何其笼统，何其相似！当年冯氏的遭遇，与如今我天书族险些面临的境地何其相似！是复仇。陈宫恐怕就是当年冯氏逃脱的血脉，他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为了扶持李玉泽，也不是为了权倾朝野，他要的是让整个李氏皇族为当年的灭门之案血债血偿。娘娘，陛下800里加急！调虎离山，好一个恶毒的计策！陈宫故意暴露自己，甚至用一场假死吸引我们所有人的注意，将我们死死盯在京城。他真正的杀招根本不在朝堂，他派出一支骑兵，趁我们平定内乱之时，突袭兵力空虚，只剩下老弱妇孺的祖地。他们要擒住我们的族人，以此作为最后的筹码。哥，走，留给陛下。我以为是为了守护家国，出发。到头来，却是我将族人置于了最危险的境地。小桃，族人到了，停下。是，太近了，本该遍布的暗哨毫无反应。畅通无阻。寨门前本该有巡逻的卫队、嬉戏的孩童，准备晚饭的袅袅炊烟，可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他们来过了。哥，不对劲，他们没死。是睡着了，是迷药，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迷药，无色无味，药效霸道至极。金铁图谱不见了，这才是拜火教真正的目的。人质只是附赠品，他们想要的是足以改变天下格局的天书族至宝，无耻之徒！想要图谱，就来苍龙雪山，一个人来。
去。不行，这是圈套，是针对你的陷阱。你一个人去就是送死，我不同意。我当然知道是陷阱，正因为是针对我，所以你才更不能去。他们点名要我一个人，如果我们同去，你猜他们会用这满寨昏睡的族人做什么？哥，我们不能都陷进去，我必须去稳住他们，夺回圣物，而你必须留下。你留下，稳住后方，为族人解毒。最重要的是，立刻用天书秘法传信给新帝，告诉他太傅陈志并未死绝，拜火教的余孽在朝中盘根错节，让他务必小心。圣物关系天下安危，绝不能落入这群疯子手里。好。就是这儿了。护颜烈，主人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收起你那套把戏，你是拜火教派来拖延时间的，还是想让我放松警惕，好给我致命一击？主人误会了，我与拜火教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我的父亲上一任可汗，并非死于战场，而是死于拜火教的暗杀。以毒药控制草原部落，许诺助我称王，实则想将草原变成他们圈养信徒的牧场。我派人潜入，都有去无回。直到主人您让我以王族血脉起誓效忠，那血誓是灵魂的烙印。从那时起，您便是我唯一的主人，也是我为父报仇唯一的希望。我利用他们的信任，谎身为您设伏，查清了他们的总坛就在这苍龙雪山深处。我已带了部落中最精锐的死士在此等候。主人，请允许我为您效力。起来吧，你的忠诚要用行动来证明。带路。是，主人。主人，穿过这里，就是拜火教总殿的入口。他们自以为隐秘，却不知此地曾是我族圣山，留有密道。是他，那个家族唯一的血脉。你是景王之后，皇后娘娘真是博闻强识，竟还记得我这个被满门抄斩、挫骨扬灰的叛臣之家。你们李氏皇族为了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，屠我满门300余口。可你们谁又知道，我景王一脉根本不是觊觎你们的龙椅，而是在为你们这整个天下守护着一个足以毁灭一切的秘密。秘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秘密。世人都以为这是天书族的兵法瑰宝，能国泰民安。错，大错特错！它根本不是兵法图，而是一张阵法图，一张镇压着远古邪物的牢笼钥匙。这座苍龙雪山之下，镇压着一个能让山河崩碎的邪物。我景王一脉，世世代代都以血脉为引，守护封印。可你们的先帝，那个愚蠢多疑的君王，竟听信谗言，以为我们意图谋反。他杀了所有知道真相的人，打断了守护封印的传承。拜火教，他们只是用我这最后一丝景王血脉，打开封印，让这个世界重归混沌。你们要的不是这天下，而是毁灭。我曾恨他们利用我的仇恨，但现在我感谢他们，是他们让我明白，这个世道根本不值得守护。你也是个可怜人，你为那个昏君效力10年。换来的又是什么？背叛、猜忌、追杀。既然好人没好报，我又何必让他继续存在？
住手！你这么做，天下万民何辜？万民？我景王府300余口被屠戮之时，万民何在？他们只会唾骂我们是乱臣贼子。既然这世间黑白不分，那不如就让一切都归于虚无。既然世界对我如此不公，那就一起毁灭吧！景王之后，你以为只有你景王一脉是受害者吗？怎么，皇后娘娘也要与我这叛臣之后共情吗？收起你那可笑的怜悯！这不是怜悯，是事实。你可知我天书族的祖训“不弑昏君”从何而来？这条祖训立于130年前，正是你景王府被满门抄斩的那一年。它不是我族的荣耀，而是我族背负的血债，是你景王府300余口枉死之人的血债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景王一族的祖先与我天书族的祖先本是至交好友，是他们一同发现了苍龙雪山下的秘密，联手设下了这道封印。他们约定由你景王一脉以皇族血脉镇守核心，我天书一族在外围守护玄铁图谱。我们本是这片土地最后的守护者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昏君，因为谗臣。当时的皇帝对我天书族手握兵权心生猜忌，更对你景王一脉守护的力量感到恐惧。他制造了那场冤案。我天书先祖拼死反抗，才保住了族人与图谱，却眼睁睁看着盟友被屠戮殆尽。从那一天起，不弑昏君便刻进了每一个天书族人的骨脉里。我们世代守护它，不是为了兵法传承，而是在等待你景王一脉的后人出现，将真相告知于你，一同修正错误，重新加固封印，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。不，是假的！你们都在骗我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你家人的血仇是皇室欠你的，不是天下人。现在，我们一起弥补先辈的错误。快，封印撑不了多久了，告诉我怎么启动阵法。图谱的阵眼对应此地山川地脉，以气血为引，将内力注入其中，便可重新激活封印。可汗，带你的人围成一圈，护住我们。是。怎么回事？阵法还缺最后一道引子，需要最纯净的王族之血，才能彻底将封印闭合。皇后，谢谢你，我景王一脉欠下的罪，由我来偿还。结阵，护驾！陛下，先祖犯下的错，不该由万民来承担。今日，当由朕这个后世之君，来了结这桩100年的恩怨，以朕之血，承先祖之过，为大夏山河。陛下小心！我欠你的！完成了。天下人
欠天书族的，欠藩王一族的，朕会用一生来还。皇嫂与大元帅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其功盖世，其德配天。朕不知该如何赏赐，方能匹配二位之功勋。朕意自今日起，凡涉国之大计、军之要务，皆需皇嫂与大元帅点头才可施行。朕愿与天书族共治天下。陛下，臣累了。朕明白了，但此事体大，容朕三思。3日后，朕在宫中设宴，只请你们2人，我们再谈。皇嫂、兄长，请。第一杯，敬牺牲，敬小桃，敬藩王后人，敬所有为大夏安定而逝去的英魂。第二杯，敬未来，敬大夏国泰民安，海晏河清。这第3杯，朕想求一件事，陛下但说无妨。这调动大夏所有兵马的虎符，这是代表监国摄政之权的凤印。朕知道，强留无益，大夏的朝堂困不住你们。朕也不愿用这把龙椅磨灭你们本该拥有的快意人生。朕请求你们的不是留下，而是带走他们。什么？朕相信自己能做一个明君，但朕不相信李氏的血脉永远不会再出昏君。这天下永远是你们的家。朕要给这个家，给大夏万民留下一道最后的屏障。若有朝一日，朕的后世子孙中再出李玉泽那样的昏君，再现柳氏那样的奸佞，朕希望你们或者你们的后人能持此信物，从山水之间归来，拨乱反正，再造乾坤。这是朕对万民的承诺，也是对先祖的交代。陛下，朕知道这很荒唐，但朕更知道，帝王之家最不缺的就是权欲熏心的疯子。朕将大夏最脆弱的命脉交给你们，不是要困住你们，恰恰相反，朕是要给你们一把能安心离去的钥匙。这是朕为大夏，为天下百姓留下的最后一道屏障，一道悬于未来所有李氏君主头顶的利剑。我们守护的未来，已经有了足以承载他的肩膀。